在《千与千寻》中，千寻是如何知道一群猪里没有自己父母的呢？而白龙为何不让千寻回头看呢？其实电影早就给出了答案。在影片结尾，汤婆婆给千寻设置了一个考验，而千寻知道父母并不在这里。おばあちゃんだね。ここにはお父さんもお母さんもいないもん。那么他是怎么知道的呢？其实答案就在钱婆婆的一句话里。为什么世上最强大的魔女会说魔法无用呢？因为这个世界的魔法实际上是虚假的。比如三个头可以变成巨婴，而巨婴则变成了老鼠。又比如无脸男变的金子其实是煤渣，这是剧中的魔法。还有一层更巧妙的魔法，那就是导演施加于观众的催眠法。一方面以华丽的魔法欺骗观众，另一方面又以变成煤渣的金子、变成老鼠的巨婴以及钱婆婆的台词暗示观众，魔法其实是虚假的。看似肮脏恶臭的腐烂神其实是河神大人，看似闪耀的黄金其实是煤渣，看似无所不能的魔法其实百无一用。整部电影其实是在讲一个从现实堕入幻境，最后回归现实的故事。千寻一家穿过的幽暗隧道就是分割现实与幻境的大门。在这个世界里，名字代表现实的坐标，如果忘记了名字，就会永远迷失在幻境中。所以白龙才会提醒千寻不要忘记自己的名字。而汤婆婆让千寻在一群猪中认父母，只有识破了魔法才能回到现实，这也是导演留给我们的谜题。白龙告诉千寻不要回头看，为什么千寻并没有追问？这里其实也是一层暗示，之前的千寻都会急切地询问为什么，也正是因为他们都知道了自己的名字，意味着知道了真相，所以他们知道这个世界其实是个幻境，没必要留恋。那千寻为什么能认出猪中没有父母呢？因为钱婆婆将象征着真相的头绳交给她开始，千寻就已经能够分辨虚实了。钱婆婆做的头绳是纯手工的，并不是魔法造的，也就是说是管用的，所以她才能说出白龙的名字。而猪本身也是由魔法幻化的，所以汤婆婆的魔法也已经骗不了她。影片结尾，千寻头绳的闪光也意味着她确实回到了现实世界。在电影《千与千寻》的结尾，白龙为什么不让千寻回头呢？有很多人说是设定问题，因为日本很多神话传说都是这样，误入了妖怪世界的人类回头就再也回不到现实世界了。这里也确实有这个原因，但并不是全部。白龙不让千寻回头，是因为自己即将消失，他害怕千寻看见消失的自己。可他为什么会消失呢？还记得白龙在现实中是什么吗？它是一条河，而这条河后来被人类填平，在上方立起了高楼大厦。白龙也曾对锅炉爷爷说过，自己再也回不去了。所以在送走千寻之后，知道真名的白龙就会消失，因为现实中的琥珀川已经不复存在了。还有另一种说法，这部电影上映于2001年，当时的日本正处于泡沫经济崩坏后的20年中，人们迷茫、彷徨、自甘堕落，不知道前路如何。宫崎骏想通过让千寻不要回头看，从而告诉人们一个答案：守住本心，不要往回看，不能一直活在经济繁华的梦里，好好活在当下，努力朝前走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是一部给经历过泡沫经济的日本国民看的警示教育电影。当然，这还是一部环保题材电影。白龙其实也能回归现实，只有在人们将高楼撤去，将琥珀川归还自然时，白龙才能真正回归。还有干净圣洁的河神，却变成了奇臭无比的腐烂神，身体里全是人类的垃圾。这些无疑都在提醒我们要保护大自然。你知道在《千与千寻》中，无脸男到底象征着什么吗？我们都以为他只是一个喜欢千寻的妖怪，但实际上他还有另一层身份。一开始的无脸男游离于汤屋之外，每天在桥上看着形形色色的人往来，不过他被这个世界所排斥。无脸男是不被注意的透明人，甚至连能力也是隐身。而无脸男的转折就在千寻给他留门的雨天，也是从这时开始，无脸男对千寻产生了好感，因为这个世界只有千寻让他感受到了温暖，所以他才会对千寻示好，拿药浴的牌子给他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时的无脸男是不会说话的，也就是说他没有完整的表达和交流能力，而对社会上的规则是完全没有概念的。他只知道千寻需要牌子，但并不知道这个行为叫偷。在河神洗浴后，无脸男看到所有人都为杀精而疯狂，后来他把贪婪的青蛙吞了，开始变得能说话，但声音却是青蛙的，甚至连行动也变得和青蛙一样。接着无脸男让汤屋的人服侍他，变出了许多金字打赏，于是他理所应当的成为了最受崇敬的客人。后来他再一次遇见千寻，变出了一捧金子想送给千寻。我们知道，第一次无脸男给千寻牌子时，是他看到千寻想要牌子，而这次则是用青蛙的价值观来看待千寻的，是他认为大家都喜欢金子，
那么千寻也会喜欢。也就是说，这时的无脸男已经被青蛙的价值观所感染，变得贪婪和势利。后来千寻给他吃的和尚丸子具有清洗的作用，这也正是将他拉出欲望深渊的大手，所以无脸男才会变得怒不可遏，因为他还在留恋这种高高在上的感觉。药效发作之后，他吐出了所有的肮脏与污秽，连同那畸形的价值观一并吐了出来。这时的无脸男也变回了从前，安静地陪在千寻身边。那么导演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呢？其实无脸男就是社会上随波逐流、不愿意接受事实的一类人。一开始的他只是对美好事物的幻想，后来见识到社会的腐败，被欲望左右。而千寻的这句话是对他伤害最大的。お家はどこなの？お父さんやお母さんいるんでしょ？对于逃避现实、沉溺于虚幻中的人来说，和他谈未来、讲家人，无疑是最不合适的。而同时，对这类自卑、阴郁的人来说，别人的坦诚相待和灿烂的阳光，以及生活的日常，恰恰是最好的解药。所以最后，无脸男选择留在了钱婆婆的小屋。千寻无疑是无脸男的救赎，但这何尝不是他对自我的救赎呢？无脸男的纵身一跃，早已不是对千寻的死缠烂打，而是对现实生活的勇敢选择。导演也是想要告诉我们，不要被他人左右，勇敢的、努力的去做更好的自己。